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三小妹。所有正在找工作的女孩子们一定要警惕这种招聘骗局，特别是刚刚毕业的女学生们更容易上当受骗。逃出来之后，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还一直处在于精神的高度集中里面，很怕被抓回去，也不敢出门，不敢找工作，不敢面试，甚至于患上了严重的厌男情节。现实生活中稍微近距离一点的接触到异性，就会有点生理性的犯恶心。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中国大学生非常不好找工作，但是呢，有一位女生她居然找到了一份行政助理工作，最终居然发现这个面试是骗她的，她成了一个陪酒女。而且这种公司规模还不小，差不多有100来号人，办公地段也不是很偏的，是在 CPB 附近的黄金地段。这对于刚刚毕业的没有工作经验，找了1个多月工作还没有找到的我来说，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了。所以当时哪怕是还没有面试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对他有了很大的滤镜。我当时应聘的是行政助理岗，接待我的呢是一位女性的经理，给到我的待遇是3500的底薪加500的补助，再加包吃包住。但是他要求说需要跟着团队一起去出差，因为我的家里人都在深圳这边，我自己也很担心安全问题，所以就没有同意。而这个经理呢就开始了他的第一波攻势，他问我是不是担心安全问题，我说是的。他说那以你的安全为考虑的话，一起去出差的一整个团队都以女性为主，就是不给我们安排男性在里面，以保证我们的安全。其次酒店出行这些全部都由公司报销。见我还是没有松口，这位女经理就开始了第2轮攻势。她说如果是做出差类型的行政助理岗带团队的话，它是有一部分提成的，如果说是在深圳本部这边的行政助理岗的话也有，但是不带提成，而且没有补助，没有包吃包住。见我开始有一点点犹豫了，这个女经理就开始了她的第3轮的攻势。她说要不先让我去试1个月时间，如果这1个月时间下来我还是不能够适应，那可以给我调回深圳这边的行政助理岗。然后我第2天就去报道了。现在想想我真的有点蠢，被人骗了还上赶着帮忙数钱。其实第1天去培训的时候就已经初见端倪了。当时正常的行政岗来说，工作职责就是整理数据，做 PPT， 做文件，做表格，或者是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。但是我这个行政岗就很奇怪，我推开培训部门的大门，里面呢是有15位各式各样的女孩子加1位形体老师。我以为我走错了，我还跑过去问面试我的女经理，她说没有走错，她说这是必要的岗位知识。然后因为上礼仪课需要高跟鞋和专门的形体服嘛，我自己没有。这个经理呢还很好心的说你没有带吗？那我可能是我忘记告诉你了，我把我的给你，这一套是我新买的。我当时还在想，哇，他真的是个好人，我就屁颠屁颠的跑过去跟前面10几位女孩子一起上形体礼仪课。也许大家应该也都没有见过陪酒女的上级是怎样的吧，可能在我的脑海里，也许她会像古代的老鸨，哎呦那种，也许她会像一个5大3粗的男性，满脸猥琐的，腰肥体胖，然后挂着个大金条，结果都不是啊，新式的青楼老鸨，跟你聊的是3500的底薪，500的补助，包吃包住，办公地点还是在深圳的黄金地段。女经理啊和颜悦色，还把高跟鞋借给你，还检讨自己没通知到位。经过了3天的培训之后，通过考核的就可以直接接任务去出差演出。第4天的早上呢，经理就要求我们这一批所有的女孩子提前1个半小时到公司。原本的话我们是早上8点钟到公司，提前1个半小时，6点半就要到公司。现在我回想起来，为什么要那么早呢？就是为了以防万一有女孩子真的报警的话，她们也能够有处理的时间。当时是一个人排队轮流进去一个小房间里面，并且跟这个女经理谈签合同。轮到我的时候呢，刚进入这个房间，刚打开门，这位经理就夸了我一顿。他说形体老师夸你的礼仪课站得很好，你的站姿很标准，比其他的礼仪女孩子都要站得好呢。就是上来就是一顿捧杀。当时年纪小也不懂，就觉得他夸我了，很开心。然后就开始正式签署劳动合同。然后我发现合同上面写的这一个岗位是空着的，我就询问了一下，他说因为我自己是不一定会在这个岗位一直常待的，后续可能要转岗，所以后续的话转岗之后再填具体的职位。当时也是年纪小，不是很懂，其他的条例呢我也上网上查了，也发给我姐姐看了，都没有太大的问题。然后我就签了。签了之后呢，这位经理就告诉我说，记得签了合同之后是2年内不能离职的，如果公司没有同意你离职了，是需要赔付违约金的。然后到了晚上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要我也上礼仪课了。 KTV、陪酒、夜场，这些在我20年的人生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词汇一下子炸开了。6点半就要到公司，看着像军训，纪律严明。你说讽刺不讽刺？让你提前到岗，居然不是为了开会，是为了封锁你的逃跑路线。一个又一个的进去小房间里面谈，一进门先夸，是不是像这样夸了10几20个呢？这不是表扬他们啊，是一种捧杀加心理攻防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情绪放松，丧失判断力，这样
样便于你能够签下那份空白岗位的劳动合同。还有这个操作啊，你看未来干什么都不清楚，但是呢，要求你2年内不能离职，公司不同意走人要赔违约金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你签了一份自愿入坑书，合法但不合理。不知道中国大陆要是知道这件事情后会怎么处理啊？但是在台湾的话，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吗？你连做什么都不知道就签了一份空白的文件，媒体不得爆料吗？但他只能一个人在这边发，这个合同真的太厉害了，他居然能够没有任何的破绽在里面，哪怕你当时细细的看，你也不会发现有任何的问题。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，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走进去的，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度过那天晚上的。我只记得那天晚上我整个人头晕晕的，脑袋嗡嗡的，飘乎乎的。我说我身体不舒服，就回到了房间。我想收拾东西就走，但是我发现我身份证不在这里，我不知道车站在哪里。我全身上下就攥着200块钱的现金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然后我把房间门锁住了，然后我还隐约记着当天晚上其他同宿舍的女孩子下了班回来，她们在讨论今天有几个女孩子逃跑了，跑到了车站，然后被这个公司的人员守在那里抓住了，抓回来被关在房间里了。这不是工作，这是一种养套杀，明明是刑事重罪，却在合法的范围内挥区运作了。它是一步一步来降低你的心理防线的。而且大家知道登门槛效应吧？它这个就是登门槛效应，先是培训3天，然后单独签合同。你看到前面那么多人都已经签了，你也没有理由不签，人家一进门就夸你了，签了一份空岗位合同。接着呢，被软禁了，逐步的控制了人身自由，让你想出坑的时候已经掉在坑底了，你都起不来了。没想到在这片高速发展的土地上，连找份工作都要先剖析孙子兵法，不然就很有可能会被这样披着羊皮的狼给骗了。像这样一个好好的女生啊，一个良家女，就这样下海了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人感到惋惜。10个储户被他们限制人身自由，都坐在走廊里，做书面文件给我，不要鬼鬼祟祟的，你们在犯法，把我们软禁在这里，还我们好了以后，还我陈坤，我们要自由，救命啊！还我自由，还我陈坤，不法分子，还我陈坤，我们要自由。我看了一下，它这个影片下面是有它的时间线的，就是发生在2025年的5月8号。你们看看，这个是什么地方？你们现在就是在犯法，黑社会，把我们关在这个黑暗的地方，这么多人关上电梯不让我们下去。这个已经是发生在5月9号的中午10点43分了，他已经没有那么哭泣了，开始转而把这些人拍摄下来。其实呢，这几个储户已经有把事情都喊出来了，河南银行把他们10个人全部都囚禁在酒店里面关起来，然后呢，这几个储户就陆续的崩溃了。这算什么呢？免费住酒店，练习当刁民。现在应该是2025年没错吧？21世纪了，不是青楼劳保就是绑匪绑票，这是现实还是电视剧？我是穿越了吗？不过呢，现实跟电视剧还是有所不同的。如果是在电视剧里呢，可能就不知道自己会被绑几天，但是呢，在这里就明确会知道大概是会被绑2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2天是国家的中央巡查组进驻河南的2天，5月8号跟5月9号，所以呢，为了剥夺他们面圣的话语权，就把他们给关起来了。他们一直都在呐喊，哇，这个是黑社会。实际上呢，在2年前，河南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 BBC 的新闻。自行征收日期开始，年度薪酬现场工作人员限制，并不涉及扰乱秩序、恶丑。电视剧里请群演都不一定能请到这么多，我的天！黑社会要是跟影视公司合作的话，就能够提供源源不绝的群演供应了耶。
也就是说呢，荷兰的事情在2年前发生了，现在又发生了。然后呢，在中国翻墙也是违法的。所以呢，在发生这些动乱之后，人民群众在逛超市的时候就会很纳闷。看到没有，在深圳买把菜刀需要登记一下，包括剪刀也是。天哪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买个刀还要登记一下。所以呢，在境内有些地区买刀就是需要一个实名登记的。毕竟呢，你买刀只是为了要削个苹果，但是人家会担心你割了他辛辛苦苦洗脑了几十年的韭菜，还有宰了他996的牛马。刀呢是实名了，但是那些荷兰储户的存款都还不知道在哪些匿名的人手中。好啦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边。人生路漫漫，三妹来相伴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